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我们现在在长野县白马村，准备向露营地出发。我们到达巴士站的时候，发现它刚刚离开。下一辆巴士的发车时间是在2个小时之后。刚才我们背着10公斤重的包，已经徒步了5个小时。到达山脚的时候，我真的累到不行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大脑像停机了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佩掏出了手机，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叫了一辆出租车。我们等了他大约30分钟，到露营地大约5分钟的车程，花了3500日元。还好我们平安到达了露营地。我们稍作休息之后，开始搭帐篷。我曾经很喜欢用这种印第安小帐篷，但自从爱上徒步和露营后，我觉得现在的帐篷更加轻便实用。1.5公斤的重量，背着它在徒步的终点就能搭起营地休息，不用再为住宿费或赶回程而烦恼。夜晚的星空和虫鸣，也是我热爱露营的原因之一。帐篷搭好啦，赶紧把行李放进去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山里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，隔着帐篷听雨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趁着雨小一点的时候，我去接2瓶水回来，一会儿打算在这里煮泡面。我回来啦！支好小炉子，准备煮水了。将今晚的泡面。打开泡面后，发现里面有好多小花花。小心一点。泡面而已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这一碗是柚子胡椒味，泡开后有很多裙带菜。在吃完泡面之后，我们迅速地收拾好行李，打算在白马村附近转转。由于下雨，我们的打扮其实是这样的。偷拍行走中的佩，乡间的小火车只有2节车厢哦。远方的平原在雨里也好好看呀。
瞧我发现了什么？板栗树，在这里能实现板栗自由。不知不觉之中，天空放晴了。天边的云好治愈，好好看呀。感觉在这里时间都会变慢呢。看着看着，肚子就饿了。发现一个造型奇特的房子，可惜它不是餐厅。佩发现了一窝小鸟。3团圆滚滚的小家伙，睁大眼睛，歪着脑袋观察我们，像是在说这群奇怪的家伙想干什么。我猜你们的妈妈马上就会回来了，再见，小家伙们。终于找到了一家餐厅。在东京生活久了，会误以为日本到处都很便利，可一到地方城市才发现，便利店和餐厅都寥寥无几，交通也非常不方便。还好我们在营业时间内赶到了餐厅。透过玻璃，觉得餐厅气氛很不错。服务员把我们安排到座位上。窗外云藏在山的后面，白得发亮。餐厅的墙上画着小鸟和梅花。吧台旁坐满了客人。这家餐厅有满满2面墙的漫画书，供客人随意翻阅。复古的吊灯，木质的房梁，映衬着高高的房顶。从植物到装饰品都透露着可爱。终于上来了，我的炸猪排套餐。佩分给我一个炸肉饼，门奇卡兹。好脆啊！内馅儿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就是汉堡肉。好烫好烫。在日本，每家餐厅的味噌汤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比如这家汤里放了牛蒡、萝卜、洋葱、炸豆腐，还有猪肉。晚饭后，我们回到了自己的营地。夜晚的小帐篷显得格外好看。漫步了一天，该休息啦。晚安，好梦。